《红楼梦》里第一女主角王熙凤管理荣国府可谓尽心尽力，在她的管理之下，前半部书里的荣国府尽管已经处于下行状态，但总体上还算井然有序。且我们仔细读原著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，便是第54回之后，作者的文笔陡然变急，与前半部截然不同。荣国府里的各种矛盾冲突也从暗流涌动浮上了表面，整体基调一下子由喜变悲，而这一转折便是从王熙凤生病开始的。如果按照通行本120回的设定，以及作者前后繁华与落寞互相照应的整体布局构思，那转折不应该发生在60回吗？事实上，原本的《红楼梦》应该是108回，这个是得到许多红学家验证的。在中华文化传统中，108这个数字带有许多文化内涵。在《红楼梦》开篇之初就写道，女娲在大荒山炼就顽石36501块，每一块顽石的尺寸是高12丈，方24丈。脂砚斋在旁有批注，高度对应正12钗，方照应负12钗。也就是说，石头的尺寸透露了12钗的数量，其中高度12对应的是正钗12位，而10块方形的尺寸边长对应的是负12钗的数量，其中一个边长是24，四个边便是96，对应的是负钗数量应该是96位，合计共有108位。按照脂砚斋的批语，在《红楼梦》的末尾，作者曾附一张请榜，其中正钗12位，负钗12位，右副钗仍是12位。以此类推，副钗一共8行，加上正钗，共同构成了9行的请榜。这个9行评价制在中华传统中源远流长，叫做9品中正制度，是古代中国品评人品、诗品、画品、官品等普遍的评价方法。其中上中下3品中各自还有上中下3个品次，合成9品。那按照这一制度，每12钗共分9品的话，计算而来合计仍是108钗。在寺庙敲钟，多是晨暮各敲一次，每次仅敲18下，慢敲18下，不紧不慢再敲18下，如此反复2遍，共108下。至于敲钟为何要定为108下，有2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梵状中108声以应12月24节气72候之数。何为108？其象征一年轮回，天长地久。这表明在农耕社会里，人们希望通过佛来保佑丰衣足食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佛教认为人有108种烦恼，敲108下便能解除忧愁。敲钟记曰：闻钟声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菩提生，离地狱，出火坑，愿成佛，度众生。所以念经或诵咒108遍，佛珠也是108颗，就连菩萨也是108尊，这些都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烦恼而达到极好吉祥之意。钟鸣108响，以尽除人间烦恼，佛教上称为百八钟。一般寺院每于晨昏击钟敲鼓，称为晨钟暮鼓，以警觉修行人要当勤精进，慎勿放逸。但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，大部分的小说回目都是整数，100回或者120回，那为什么《红楼梦》是108回呢？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小说，《东周列国志》是108回，跟《红楼梦》成书年代相近的有一本《齐路灯》，也是108回，也是讲一个纨绔子弟家庭没落、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这本书情节内容处处照应《红楼梦》，但主题却是与《红楼梦》截然相反的劝善书，可见《齐路灯》有意对照《红楼梦》108回的布局。在脂砚斋的批语中会出现后30回等内容，可见后30回是遗失的稿件，而真正属于曹雪芹原笔原意的稿件其实只有78回。原作《红楼梦》在贾宝玉悼念晴雯之后便戛然而止，而第79、80回内容仍是后人续的，78回加上遗失的30回，共计108回。而作者写作整本书的本意，便是为天下女性的悲剧故事作传，请榜中的108钗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而这108钗对应的正是中国古代4大名著中的另一本书《水浒传》。我们都知道《水浒传》里有100单八将，是绿林英雄好汉，而《红楼梦》里描写的则是108位女性，
是脂粉英雄。这样的写作构思恰好是与《水浒传》一脉相承的。